微博蓝双可以做的，那个第二季没有那个公孙离跟那个伽罗的，四空人都可以直接出的，四空加凯招牌体系巅峰的绝，是不是？就看泽教给不给了。第二季的班位如果是3班2的话，就要去思考老虎、公孙离和司空震这3个英雄他自己怎么选，选放哪个东西出来。这我真放了，微博还有手空空儿，直接点就行了，不用想那么多，光线都没了。在上局比赛我们看到了北京微博在拿到了张良之后啊，他们还是在整体的阵容节奏上做的相当不错的，是可以说是比前3局做的要更好。是的，虽然会有一些瑕疵，但已经比前3盘好很多了。但是也得益于张良的存在。因为他们想明白了，不能再跟他们发育了，要主动出击。只有主动才有机会啊！跟第二季这支队伍打，如果你是被动方，那你就会一直被动下去，会陷入第二季的节奏。对。第二季在红色方，在蓝色方是北京微博。两边太乙加仓都没用，空空儿也都在，司空震是公有英雄。就这场 BO7的接下来的2局比赛，微博想要赢都必须要是在蓝色方的情况下，顶着第二季的 counter 来赢下来。这司空震已经扛不了，只有微博能扛第二季的司空震。但这个司空震给不给呢？来看一下 BP 蓝色方北京微博先搬掉了鲁格纳什，第二季裴擒虎先搬啊。少4元搬一下。朵利亚要不要搬掉？朵利亚如果是配的话，就是微博这边可以配亚莲，双大亚莲嘛。凯先出凯再出司空震。第二季如果是这么搬朵利亚的话，那他是想要打射核。对，确实这个司空震如果被北京微博拿到的话，第二季这边用掉了狂铁、夏洛特，也没有对着刷的法超。第二季这2个班位吧，主要是太神了，都不知道搬啥，跟我以前一样，我有时候也会做到这种局面，太神了，不知道搬啥随便搬哪个吧。冲着 BO9 去的是吧？是的呀，明明是个 BO7，我感觉没什么好搬的，有时候太神了，这边已经没英雄了，不用。微博先拿凯，微博拿凯，第二季就要来孙尚香了。太乙，孙尚香，可以说这是上一把省下来的东西。对，是的。上一把省下来的东西，这把就可以出了。对，上把没用太乙打张良，上把出了就好了。其实感觉还是想稳一点。这把出孙尚香太乙就是想求稳打发育，继续打他们的发育。对面肯定是司空震啊，这肯定会出的。凯已经拿了，这司空震得亮。没理由不拿。是的，都到这个时候了。微博这边凯加司空震是组合一起出的情况下用了4次，100%的胜率。鬼手献花。太乙孙尚香打对了凯还是可以的。空空儿，这就必须要问一下刑天教练了。就这个版本的空空儿，他到底顺风无敌，逆风也没啥用。一语道破，不用问了啊，不用问了，很透彻。但是用什么样的阵容打他会比较好打？首先你千万别让他前期输，前期他厉害，他前期有优势，你确实打不了，你一定要别让他前期有优势，前期优势你真打不了，因为视野压制太狠了。首先你不能前期拙劣，一定要做强。要做强。对，像那种狂铁啊、大司命啊、什么沈梦溪啊、海诺啊是比较好处理的，就是往前打的那种能力极强的英雄。对，还有那父子组合也是比较好处理的。关羽，然后紧接着的话，第二季是搬掉了海月以及公孙离，微博的话处理掉了袁坦、大司命，就是刚刚说的，就是往前打的能力很强的英雄都给你搬掉，要不然这空空儿实在太难发挥了。这空空儿也不用那么神话吧，玩的好的不多的，还是得练。玩的好的不在你手里吗？小 A， 哎呀，可惜，在你手里。昨天第4把赢了，第5把想出一下的，可惜了。第4把真该学习一下老林，我也出了马超，找手心眼，说不就赢了呢？夏侯惇，然后不知火舞第二季搬掉。甄姬也是比较克制那个空王的英雄。甄姬这个英雄也得问一下刑天教练了，对吧？这英雄是你特别喜欢的。在我麾下的中单，这甄姬海诺是必须得会的。那去刑天教练执教的队伍必须得会这2个英雄。还没有登上 KPL 的中路选手们，玩家朋友们，不会，我可以，不会可以教，不会可以教，不会可以教，毕竟是前 KPL 中路选手啊。叉，甄姬还是拿了，而且是班火舞拿甄姬的嘛。我想来看，然后跟收回点马可波罗自己玩，
自己玩也能进场。啊，再来个海诺，这阵容有点扎实啊。你最喜欢的2个中单都出了，把海诺不是很好发挥呀。感觉啊，还是更喜欢真机，对吧？真机更好用一点，因为这海诺打真机有点劣势。其实微博这波不用搬那么打野的，可以把真机搬掉的，这种真的有点怕真机的。哦，玩玩也来一把劲，这个赛季8战6胜啊！你一把劲，我也来一把劲。哎，把看起来这阵容还是DRC更好打呀。不过得相信手司空阵。这不就绝活配绝活了吗？绝活打绝活，梦蓝的孙尚香晚晚的进，花园的关羽11战8胜。DRG 的真机很厉害的，只是一开始是7战7胜，后面在第3轮的时候没找状态，连输3把，对，又拿回来。然后还有就是他打的是子墨，目前90%胜率的司空阵啊，就只输了1局啊，是的，拿了10把。DRG 这局要顶住微博他前期的节奏，前期的进攻。暖阳在拿到凯的时候，进攻性是拉满的。他这个凯跟司空阵是巅峰对决拿出来的上野，对，强度很高的。但是我觉得马可真的有点难发挥啊。城主就让他自己玩了，我们其他队友4个去做事，你就负责发育、推塔、打输出。在公孙离已经被ban掉的情况之下，他剩下来本赛季出场的射手里面确实也没多少了。对，我这把微博这边前期其他4个队友前期不能给出很足的压力去撑，去给野区很大的压力，让那个 DRG 来防守的话，马可压力会很大很大的。但微博打4分钟团还挺厉害的，他这空王一手晕眩。这把反正换位过去盯着梦兰，盯着梦兰在那控一下，自己这边凯司空阵进场，这孙尚香只能被打的太爷要交我估计第二波那个 DRG 的红区必有一场硬仗。第2局啊，就跟上一把一样，对吧？看是10个人呢，还是9个人吧？就看谁一边少一个。对，不，咱们4打5，要么5打5。因为我的马可可能不来，主要马可没线，马可有可能来不了。那个泰山可能会来的，因为在DRG的比赛当中，晚晚的经济是绝对不能出现问题的。上一局比赛晚晚的经济就出现了问题，以至于他们被北京微博完全压制住，没有看到上一把晚晚发挥出来。这把他如果说晚晚继续那种打法，我估计微博就跟一样速刷，第2波给你硬干了。这把如果DRG要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局面，有太乙人的情况下，经济会涨得更快。反正也不想太多了，把跟你打，打赢了这把就有机会，打不赢10分钟再打，打不赢是这么个道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我发现了，刑天教练是一个安慰型主教练哈，在他底下手下打职业确实是心态很难出现问题。来吧，进入到双方的第5局，蓝色方北京微博，红色方依旧是手握赛点的佛山DRG，我是9儿瓶子，我是9儿黄超，我是济南2打8刑天。这把镜直接自家拦开了，不给你机会了，不边开了，还是要求稳啊！是该求稳，真机太弱了，这边开这波野区真没了啊！真机太弱了，你上路一关羽，中路一真机，对吧？你下路发一路开，好，拜拜了，你野区给你吃干抹净。不过肯定有人，这倒是真的，肯定有人，不是打野就是辅助啊。赐予你解脱。那下路马可波罗肯定是拿不到什么资源的，所以孙尚香跟孙尚香跟那个太乙真人的话，还是会把红色拿到手。是的，而且本身孙尚香这边打马可，就前期就是大优。微博这边只需要拿社工这边资源就好了。对，太乙已经可以走了，让孙尚香跟马可单打。马可这边只要别被越，能正常吃线就够了，别被卡线。他每波线最多掉个前排兵。马可被卡线了，这个前排兵是要掉的。自己想补到前排兵，只有在梦兰上来卡他的时候，他一技能消耗到孙尚香。看技术还是可以的，技术。说不准的，还是有操作空间的。相信双枪的力量，都这么自己选马可了，肯定是吧？千锤百炼多少次了，是吧？跟自己2队的射手肯定也练过的这东西，啊，对吧？就很舒服。我估计要么进红，要么进蓝。DRG还是可以继续卡掉一个前排兵。对，在下路的位置给梦兰创造一个1对1的环境。要来了，他第1波野区不进，来了，把这个传中了，
借来一用。传中吃一波，正好回蓝区。等下一波线。开来是一个。阴谷审判。承蒙厚爱，物归原主。先拿自己的山豪，然后再过来，就不要影响自己的野区的整体速率。第二波，第二季的红旗快要杀了，来不及了。嗯，我也感觉来不及了。我还以为四宫阵会右边起码来看一看的，不过其实也没那么好进嘛，因为孙尚香走中了，确实没那么好。对，这一波是把真机放到了下路嘛。刚刚贤天教练也说了，这一波红区的刷新，第二季肯定会安排强势的人过来防守的。对。他如果后面只能拼4分钟龙团了，其实微博的这种发育也不会的。下路的话，真机是把线拦住，等到孙尚香过来再吃。上路这波似乎要动手了，小摩擦，嗯，拧回来，退回塔后。选海诺来打4分钟龙团了，准备。取煞天极，上路还得再碰撞一下。太乙来了，不给做 T。四宝这波，但镜先动手了。上去推一下，但是这个凯开启大招，关羽这波再顶一下，但是被空空儿连续断马腿，动弹不得。踩一脚舔过来，再补上上给到烟哇，把子墨和暖阳全部融了。现在很多队都会让你先传一过去，少一个人来干你，都会这样的很多队。主要这是个关羽啊，他回头这一脚加太乙真人的连控，孙尚香刚好赶到红莲爆弹接1A。DRG设计好的，而且操作上是已经拉满了。对，啊，紧接着回过头把4分钟的龙一控，那优势就来了呀。这波太乙闪来舔炸，然后呢孙尚香闪现跟2-1，哇，全设计。这波本人上面在打的时候，孙尚香已经靠了。是。关羽推一，然后空空儿是断了马腿，但是踩的这一脚，孙尚香直接交闪过来，跟太乙真人后续控制了伤害。海诺这种4分拿不到龙团很伤害，而且空空儿也属于劣势，我只能看4宫阵了呀。这要被逼大了，要被逼大了，要死了，开大了。还好孙尚香没技能。孙尚香这连 A2个暴击出来，他也没了。如果真机狠一点，这交大可能死了呀。嗯，真的，因为还没想到有电龙伤害那么高。藏身，借来一用。哎，花园的心率很不一样，94，之前都是上160的，一直是上160的。前几场季后赛，花园打滔博的时候是特别有趣，他这个心率随着局面变动而变动。是。现在到这种关键局只有98。看他上路那个操作，手也挺稳的。嗯，传过来好了，要尝试留人，但是微博人更多。是的，空空儿垫一下之后，然后控一下，但是进在这个位置还在换位，还能换一下。这波紧接着松针过来，上去再垫一手，带走了婉婉的进。但是马可波罗也阵亡了，一换2，这波过去再顶一个，把空华带走之后拿到了双杀。穿了呀，上路。上路对，因为下路的这一波第二季他只有3个人啊，3个人还而且第一时间真机其实是没在的。下路相当于是你一个关羽和镜围绕着一个防御塔跟微博5个人在打。对，感觉走远了呀。一个翻滚看到开大暖阳，梦兰直接先交闪跑了，不给你任何机会。是的，这个时间点的梦兰是要保住自己的状态去打发育的。他刚才那一波没有过来参战，这波发育补的是很爽的。现在经济都5200了，而且凯这个英雄，他要是遇到了孙尚香成型，他真的是扛不住的。孙尚香是爆发型射手，或者是凯，主要是真机太能处理不了的。嗯，微博的这种没有能处理真机的点，而且都是被真机康的。看这波进在这个位置，一个人跟关羽传下来之后，两个人在这里拖了太久了。真的太久了，进在这换位，连续换了4次。小麦是进化都没开了就死了。
伤害还是太软了，是的，这阵容。主要是没控制。嗯， B 大招，哎，凯在绕后位，被发现了。梦蓝翻滚，太乙过来补控，还有一个复活，一技能翻滚拉扯走，回头还给一枪，那暖阳是要被反流了，被控了一下，挂了个减速，最终是被镜给收掉。然后司空阵开打过来，但一技能往回退一下，只能拉扯了。太乙过来再补一个控，然后真机再给冰柱。主要这真机太烦了，没后续了。婉婉还有想法。第二季现在这个发育拦不住了啊，镜已经6400块钱了，然后孙尚香现在对位领先了马可波罗2000块。司空阵的经济现在也没起来，司空阵只有4800，他这个装备你进场被太乙真机一控，孙尚香来个2-1就没了。这种时候就靠那个空儿偷2件关键性装备，把他关羽电甲偷来开一开，就是翻盘的希望。难度系数好高，好高啊！不是你花园心想，我身上这个小魔抗斗篷加上这个红玛瑙，它不是白出的呀！你能偷这2个？哎，偷到电甲转一转，控一控，对啊，机会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偷这个电甲，你还得看看这个爆裂他愿不愿意给你偷啊。还有个鞋呢，这装备越便宜，偷的概率越高啊。哇，9分钟不到，孙尚香3件套。嗯。好像10分钟孙尚香3件套就已经很夸张了，但是这么9分钟，偷一下。这就是这英雄的奥妙。10分钟龙团的时候，第二季在剩下的装备格子上把小剑铺满。对，不给你任何机会，是吧？偷一把破脚来用用。你想的真美啊！这就是给我的司空阵，连轴两下。想冲一下凯，试着逼一个大招，一波集火想杀了，杀掉了，伤害太爆炸了，是的，输出太高了，而且连控到死，镜换位出来，海诺交大修一下，回下中塔，但还是有点难守啊，已经被磨残了。凯是比较难处理太乙团项。第二季这边阵容的爆发高啊，你的格挡抵消小伤害能力强，但是这个爆发太高了，还有控制，他爆发太高了，是就一段段来的，很烦的那种。10分钟分军经济在联盟发育路是7156，但是这局梦蓝已经8500了。10分钟，这龙团微博因为刚才那一波被打掉了一个打野，已经是看不了了。也是高地反打啊。高地反打，那就只能等孙尚香失误了。对，等到凯，这凯不能在上面站着，得绕出去。还有司空阵跟空王进场，马可赚个大招，奇迹的大招，机会来了。就看美如画的团战能不能打出来了，打不出来抬走了。这机会第二季应该不会给。哎，不好说的呀，有时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别打。第二季相信他们现在应该是不会如此，毕竟这个决赛的门票就在眼前了。获得了8000经济优势的佛山第二季，他们从未如此的接近联赛的决赛。高地门口那2个 T 字口就是空儿的最后的机会。这带电的这空儿，还没带闪。是的，带电的，就是为了去飞雷神换位过去控孙尚香的。嗯，还能断关羽腿。真机给大招封塔，然后海诺给大招修塔，但超这边还是会出来。是的，因为塔已经推掉了。你看这他的回复哦，这他标记应该太后面了吧？他是在那个地方，他大招已经框到了呀。哎，什么？哦。他是在修的时候，防御塔是残血，然后还没有修起来，孙尚香最后一下把塔 A 掉了，爆掉了。对，因为塔是有一个回复的过程的啊。他并不是在塔爆掉的时候才生效的。是的，是在有一丝血的时候。对，有一丝血的时候他回了，然后在回的过程上直接被点掉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一口气第二季拔掉了微博3路高地。
但下路高地这波修起来了。像这波就是塔先掉的，是塔先掉的，然后就修了回起来了跟没。修没什么区别。嗯，但是下路的超级兵还是有。是。哎呀，空空啊，这左边这种有奇迹团机会，就完美团战，只能靠完美团战了呀。梦蓝的装备也在提升容错，抵抗鞋器械加不降，不降出来。然后四宝这种太乙，他季后赛的复活给的是很好的。嗯，啊，1万经济差，偷2个大剑，一来一回刚好1万。你这个人，哎呀，擎天教练为北京微博操碎了心啊！但这局老实说，北京微博想翻真的非常非常难了。第二季再破一次下路高地，得找机会得开了，嗯，不能再拖了。带着下路的暗影之境，等会兵线进来就开不了了，有机会就得上了，没办法了。殊死一搏，打赢还有的，能打的，不是不能打。凯开大，这个阵容还是值个2、3千的。这时候凯在正面，佳琪不用着急，开奔狼，先一个奔狼，找机会，先奔起来，上去关羽劈刀，大可以打刀，但这波真的秒掉，上的太高了。没事，然后紧接着通道一破脚，这波给了一波，但是梦兰有个复活，身上还有一个复活甲，根本不去硬的翻过去，这种回头反点，但是凯哥2技能直接打到了梦兰，梦兰这个位置还是被打出了另外一条命，但是实在后续的伤害太高了，没有人处理，让我们恭喜